始祖鸟有朋友们觉得日币很便宜，想去捡一件始祖鸟来穿的，或是想要去抢一件长毛象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开店前就去，因为那边有很多国人们呢在抢，好多哦，他们基本上都已经是所有人都有单，都是代购单，而且他们的那个厂商也是有限制数量，所以呢，他们每一天放的货出来就那些，而且你要碰运气。欢迎来到男女诚实说。欢迎回到我们东京游记的 Outlet 篇。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去日本玩或出国玩的时候，都会特别找什么？找 Outlet。为什么 Outlet 吸引人的地方呢？就是折扣很高啊，买便宜、买划算，买不了吃亏。那很多朋友们呢，都特别会去找所谓最划算的 Outlet， 品牌最多、选择最多的这个 Outlet 逛嘛。那像东京的话，选择好多。当初我们在查的时候其实从这个靠近富士山最有名的是玉电厂 Premium Outlet， 但是我们没有去，因为太远了。下次去，下次再说。有去富士山再去啦。如果你要往那边走，可以去，因为那真的车程蛮远的。没错。而且我们这次安排去 Outlet 的天是礼拜六还礼拜日？礼拜六。所以其实是周末，正是人潮鼎沸的时候，所以我们选择呢去了近郊比较方便到达的地方，而且其实 even 是这样的 Outlet 都有塞车，就是在这个回程的时候它那个整个桥都是塞车的。那去程的时候再晚一点的话，就会更塞，因为大家都是10点左右。我们其实是坐到第一班车的，对，因为我们坐到第一班人家那个10点前的车，我们8点多就去坐了。那如果是10点的话，我看 Google Map 上面那个塞车拥堵的状况，基本上是红色和棕色，也就是最塞的状况。那我们这次去的是哪一座 Outlet 呢？是木更津三井 Outlet。三井 Outlet 大家很熟嘛，台湾就有几间了。好多间哦，林口、台中港。台中港是拉破。没有，台中有一个港，也有一个三井 Outlet， 还有哪里？想不到，就是有三井 Outlet， 台湾就是三井 Outlet 进来台湾已经很久了，它可能比这个华泰名品城还要早。那去这个三井 Outlet， 台湾已经很多啦，干嘛还要去日本逛？价格不一样嘛，大佬，对不对？没错。你去日本呢，就是享受日本当地的原价，而且去三井 Outlet， 你去日本玩一定要去三井，为什么？因为那边日系品牌很多，我觉得日牌最好逛。对，你去日牌可以看到的那个价格和台湾看到的价格，我可以说只能说是3倍和2倍之差。真香。那在我们正式进入我们看到这个品牌价格之前呢，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木更津三井 Outlet。大家一定想知道它在哪里？可以打开地图，搜寻这个三井木更津，你发现它其实就在东京都的右下方，有一座桥桥接着它，那座桥很长，好长基本上跨了一个海嘛。它那个就是跨东京湾的那个地方，没有错。所以呢，它其实离东京都非常的靠近。车程如果你顺利的话，在不塞车的情况底下，你搭高速巴士呢，只要50分钟。那当然呢，如果你要选择从外面靠一圈搭这个火车或 JR 过去呢，也是可以，只能说会比较久。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想安排去木更津的话，我会推荐你搭巴士。那巴士你有很多选择，它其实呢在东京站里头呢就有很多，就那个八重洲的这个东京巴士总站，里头就有很多班次可以选择。那有些人说，培成，我跟你说，我住新宿站，去东京好远哦，那有没有从新宿出发的？有，还真的有。那有没有从这个横滨出发的？有，也有。有没有从品川出发的？有，还是有。去看官网，官网上面就提供了9个站别出发。还有人说，我住在羽田机场附近，有没有？有，你可以从羽田机场直接搭过去哦。所以呢，有很多站可以让你选择搭巴士过去。日本的巴士也是非常的蓬勃，不像台湾可能就是有些人慢慢没落嘛。但因为他们有些地方地处偏远，他没有这个火车和铁轨，所以他们巴士就会支援到这一块。那我们这次去的这个木更津，我们选择在东京，因为我们虽然住在池袋附近，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从池袋搭，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因为池袋站的这个巴士只有一班，
而且呢，它的周末才有发车。那如果你今天错过这一班的话，你还是得回到东京都去搭，那或者是新宿站这种比较大的车站才有。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住池袋的朋友们，你就要看一下你的时间能不能够赶上。那如果你安排是平日的话，你也没办法选择从这里出发。所以因此在交通上面呢，我觉得木更津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你要出发去这边的方式有很多。我们那时候搭车过去的时候，途中所看到的景别，就是你慢慢从都市转换成工厂、工业，然后慢慢的离开商业区之后呢，剩下就是一些比较矮旧的平房了。那上桥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啊，真的是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港口、港湾附近一些重工厂，还有很多适合弃尸的景点。有这么可怕吗？就是很是把所谓的把尸体丢到东京湾是很合理的。它的地点其实就真的跟台中的山景选的差不多，就是在一个港的附近，一个腹地，然后呢比较大，那当然你就可以安排比较多的店家进去。那它的规模也算是蛮大的，店数呢也是非常的多。那其中最多的还是以这个日系品牌为主啦。当然有很多人现在听到这里，他们才不想知道它有什么日系品牌，因为日系品牌太多了，太杂了，我不懂。我只想知道我要买精品，这里能不能去？你觉得木更津适不适合买精品的人去呢？我觉得要特定品牌的精品，特定品牌精品，对，就是像我们去逛到 GUCCI，GUCCI 还可以。如果你今天想要买的是欧美系大牌，像是 Fendi、Miu Miu 或是Prada 这一种呢，你在这里基本上是会碰壁的，所以我不推荐你想买欧美大牌的来。那如果你想要买的像是 GUCCI 这种意大利品牌，或者是Coach 这种比较小资的轻奢的精品的话呢，是可以来的。折扣幅度以我们当下体感落在5折，5折起跳。以 GUCCI 来看它是5折起跳，最低也是有3折的过季品。但如果你到 Coach 的话，哇，那不得了咯，基本就是25折，然后还可以再折上折。所以呢，你买的东西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样数或是金额，哇，那个折扣起来真的是好像这些包包不用钱一样，是真的可以让你赚回一张机票。那里面的品项陈列呢，也是有很多比较专柜下来的，因为很多人说嘛。Outlet 就是一些 Outlet 工厂出来的，不是专柜品。Coach 那边也有一些算当季的吗？也有那边也有进。可我们那时候有在想看一个叫 Brooklyn 的系列，比较红的这种 Hobo 系列包，里头是没有的啊，就是只能赌赌运气。有时候会进去的东西啊，你很难讲会在什么时候进去。有些人就可以在这里头捡漏，像我就有看过有网友分享啊，因为里头有 Louis V，那有人在里头曾经捡过正在红的一款。上面最有名的 Paso 包，那价格呢就8折，专柜在8折，所以也是非常赚，还可以再退税，所以那个算下来就等于我直接现省了2万块钱掉，非常划算，机票赚到了，真的很靠运气，因为以 Louis 我们去看的柜位的大小真的是，它真的非常小，所以如果你今天锁定的是这种高单价精品的话，我会觉得说你去玉电厂，Premium 碰运气。那边据说呢，柜比较多，选择多，而且也比较大，进的货也比较全一点啦。那木更津的话，如果你锁定的都是一些国际大牌，那真的就不用来了。可是它还是有优点的哦。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买像我们 Nico N 最有名的，或是 Beams、Outlet， 你想买一些我可能是平常日常着用的一些打底衣啊，或是一些非设计师款式的衣服呢，这里的品牌就很多，而且选择品项很多啦，然后价格也是给的很有诚意，很有诚意。而且我们在 Nico N 逛的时候，它的品项其实在台湾算是当季的品项。对，那我们有幸可以捡到一件这个。他们已经像台湾那个时候还在原价卖，可是人家我们是在3月的时候去台湾 Nico N 有看到那一件外套，可是在4月到日本看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当过季品在卖了，而且价格呢也是给的非常杀，应该是5折左右。然后而且5折是指日本价格原价的5折，还要再算上汇率再退税完之后，实际上你可能拿到手就4折、3折左右的台币价格，非常的可观。就是你直接现场很有感的就可以直接用，你可以在 Uniqlo 买一件这个运动外套，价格我们记得那件外套我们是买6000多日币，
对，然后退税完大概5,000-6,000、5,000多左右，那换算台币才1000多块钱呢。然后台币卖4900，对，那台湾是卖4900块，真的是日币当台币卖的一个价格。所以你看，这样一件外套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个价差。如果你今天多买几件，不管是 T 恤或是裤子啊，你都可以累积到一个非常可观的这个数字。而且他们的小配件，像女生的耳环啊，然后一些饰品啊，真的超便宜的，可能有不到100块，不到台币100块就可以入手。没错，以服饰类啊，或是装饰品类型的话，你在里头像台湾最有名的一些珠宝、轻珠宝、轻奢珠宝，这里头也找得到。但是呢，只能说你也是要碰运气啊，因为他们有时候进的货真的没那么多，或是刚好他贵在休息，你就没办法进去看。贵在整修的话，你也没办法去买到，所以就是很吃运气啊。但是我只能说，如果是要买珠宝的话，我建议不用特别去outlet，因为呢，他给的东西不多，然后你能够选择看到的东西也真的蛮少的。然后装饰品的话，如果你是以这种像台湾你很常去看 Vacanza 这种类型的话，你可以去捞捞看 Nicole and 或者 Bings，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适合你佩戴的。还有一些日系品牌，他们都有一些配饰区、配件区都蛮多的。但那些其实就都是一些镀铬的啦，都不是什么纯银，也不是那个医疗钢之类的，反正这个材质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也不会推荐这个东西给大家去，就是你可以去看大家看的。但是我觉得台湾人啊，其实很不在乎这个，台湾人根本就不太会去 outlet 找这种饰品，台湾人喜欢小店逛，他们 outlet 通常会看什么？要看户外用品，这其实才是最大宗啊！我们最喜欢的有什么牌子呢？到国际的这个北脸，那我们这一季在春季去有很多这种冬季退役下来的，就是过季品，价格也是非常的好买，很适合大家。如果你今天刚下飞机，你就去买一件北脸的薄外套、防风外套，甚至有机会，我们那时候运气很好，有看到指标，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那个款式，而且我太胖了，穿起来就不适合，没有买。但是啊，如果你有看到指标过季品啊，或是进到outlet里头，你可以去捡漏，那个价格也是非常的杀，基本5折跑不掉。再来就是 Montbell，Montbell 也是这个国民品牌啊，日本的这个防水、防寒啊、防风登山外套、登山用品。那你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台湾人。真的都是台湾人和这个中国人会去 Montbell 找，去捞一些，里面都很多熟悉的口音，对，每个都讲中文，然后去那边捞那个外套，那价格像你一件 Gore-Tex 的外套，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就可以买到了，而且呢，它可能还3合1的那种冲锋衣外套，非常适合大家去捡漏。再来就是那种不管是帐篷类型的、防寒类型的那种外罩啊，天帐。然后再来就是那种露营用的一些简单器材，对，餐具啊，一些厨具啊，什么都非常的好买啊，甚至一些挂钩，你一定会很常用的。那个价格就会真的是很棒，还以为在逛小北百货，你知道吗？150块钱日币买登山扣，你这个价格，台湾哪买得到？台湾会卖翻倍吧？150块相当多少？30块钱，你可以在台湾哪里买？一整在小北百货买那个钩子，大创都超过。对，大创都超过。所以说啊，你去这种户外用品店呢，可以捡一些很大的漏。再来还能去哪捡？可以去 Snow Peak 可以去捞捞看。Snow Peak 它也是有一些联合柜位啦，他们其实都是会隐身在某一些品牌里头。它不是说。你现在可能在那个官网里头没有看到这个牌子，那不代表没有，你可能可以去它有一些选物店，选物店里头啊，往往会有让你有一些小惊喜啊，像是你可能会在某个选物店里头看到，这里没有 Canada Goose，可是在里头看到这里有一整排的 Canada Goose， 而且卖的价格8折、7折也是不错，也是很棒的选择。再来是你可能想买 Moncler， 这里没有啊，在那里就看到选物选物店一个选物店阿伯他那间就还不错。所以其实日本人他们其实这种选物文化，就连Bings最早也是选物店啊，所以他们的选物啊，你会发现说你一定要进去那家店里头，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对，要进去逛才知道。你的扛棒是看不出任何东西，你连它展示出来都不一定能看出个所以然。对，你一定要走进去以后，东捞西挑，发现这里竟然有这一款，这里竟然有这个牌子，卖这个价格，天哪！如果我今天有预算，真的要带回家，所以很适合大家去慢慢挑看、选看。但是这也是还有个小缺点，因为你有太多牌子要逛，有太多选物店了，那个地方那么大。时间哪来得及逛呢？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就有碰到一个很难抉择的地方。我们8点多，大概10点左右到达那个现场。它是11点开嘛，10点11点开。
其实10点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晃了啦，可以它只是没有店开而已。但你11点可以准时进去逛。我们那时候在第一家就逛 Nico and 捡到那件外套，后面呢就没有了，因为它就只有那一件，架上唯一一件，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后面再逛回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哪间店都塞满了人，那边很多日本当地人，但除了那种户外用品店的中国人特别多之外。你到其他选物店都听到，就是满满的都是日本当地人在逛，而且还会日本带小朋友一起出去逛，好像蛮多。因为这家Outlet 最大的特色是它有这种宠物公园，他们是有个小青草地，让你可以让你小孩在那边放电，你就在那边逛，然后甚至他们还安排一个广场，可以做不定期的展售活动。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刚才是 Gap 展售和一些宠物用品的展售活动，宠物蛮多的对，有很多人会带狗过去啊，带猫过去。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宠物，或是你住当地的，就很适合带着你的这个毛小孩去踏青。而且它不需要装起来的，它就是可以让你直接这样走。但是最重要是要牵绳，对啊，不要放着。台湾人可能就很习惯把狗放在外面跑，不能这样做。那个吉娃娃会被吃掉。对，没有错。那本身带的都大型狼犬啊，或者是这个。边牧，还有看到一些比较凶的哈士奇啊，对，因为这个 Outlet 很大，所以基本上你要耗一整天是完全没问题的，可以的。所以呢，我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有兴趣逛这一间 Outlet 的话呢，完完全全可以安排1天的行程在这里，但我只能很残念的告诉你说，那1天呢就不会都消耗在这里了。除非你真的有锁定品牌，锁定那个目标，买了就走，买了就走。就我逛一次就结束了。那如果你是这样的类型的人的话，我会建议你就去深谷花园，因为更近，然后那边店比较小，你就不用浪费这个时间了。因为回去的车程也是一段，对，也是要花一段时间。那我们还好运气我们是提早走，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新宿的时候是7点左右，还能再闲晃一下。对，还能逛一下。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想要买运动用品店，这里可能会让你小小失望。想要买 Hoka、或是买 Adidas 或是 New Balance 那种比较特别款式的朋友们，你在这里呢绝对找不到，因为这里卖的基本上就是日常穿着用的那种便宜的啦，或是一些反正就跑鞋、球鞋，你绝对找不到什么设计款的或是联名款的，没有机会。没有，如果有也会被人家扫光。我去看那个 UGG 吗？它的型也很少啊。没有错啊，所以我们就很难看到说，很稀有的鞋款。如果你今天锁定是这些东西就很难。那如果你想看一些球衣的话，我也很抱歉跟你讲。选择不多，但有，就是像一些棒球衣或是一些篮球衣、足球衣还是有，可是我会觉得在台湾买的价格可能就差不多那样，所以我没有特别推荐大家去逛运动用品，除非你今天真的是想要去捡便宜，也是可以捡1双2双啊。始祖鸟呢？我们那时候看始祖鸟，我觉得这个也就属于这个运动用品户外用品的顶级之一啊。始祖鸟有朋友们觉得日币很便宜，想去捡一件始祖鸟来穿的，或是想要去抢一件长毛象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开店前就去，因为那边有很多国人们呢在抢，好多他们基本上都已经是所有人都有单，都是代购单，而且他们的那个厂商也是有限制数量，所以呢他们每一天放的货出来就那些，而且你要碰运气。非常红的那种颜色，像黑色啊，或者是深色、灰色系的 Gore-Tex 系列，我可以保证你早上没有去的话，你下午就看不到，一定都看不到，都会被抢光。就空空架上空空，除非今天始祖鸟它不红，跳楼大拍卖，对，不是它不红了，它跳楼大拍卖抢爆好不好？它不红了才有可能有让你捞到，但不然大部分时间你就是会看到那些货架上面就是空的，不然就是一些很不受欢迎的颜色，紫色之类的，那你就不会买。那如果想要买这个户外用品的朋友们呢，就早点去。好，那除了户外用品之外呢，这间 Outlet 也是会找到一些药妆店，还有一些化妆品店，然后他们就是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零食柜位，像还有当地品牌那些沐浴乳、洗发品的选物店，有一些是那个 Papa 就是快闪店，那当然也是有刚置柜进去的，像我们最有名的那个 Shiro，它在里面就有置柜，是那个 Tree 吧？3，反正就是有一个念不出来。还有就最近蛮红的一个，它那个牌子是在快闪店，它是一个 Papa。那你可以在里头呢捡到一些很便宜的，或是你在市区要排队才进去买，但是在那边基本上不用排队，你就进去就可以试。那当然呢，也有一些综合型的药妆美妆店，松本清，对，松本清之类的。但我要讲其实不是，是 cosmetic。那 cosmetic 它里头有什么呢？有很多国际大牌，包含兰蔻、雅诗兰黛。你想要去买 MAC 的那些美妆品，在那里都可以找到便宜的价格，但是好像不退税，因为它本
本身就是一个打折价格了，所以有可能算下来价格，那颜色或是款式呢不一定都能够满足你，那但你还是可以花时间去那边捡捡看啊，看有没有机会买到便宜的套件。那我那时候是没捡到，因为我觉得好像都还好。我觉得它款式都蛮普通的，很像在台湾的那个 Outlet 也会看到的。对，它就是那种系列的啦。那当然很多人会讲说，好，那如果我今天不是要买这种国际大品的这个美妆品，那这个 Outlet 里头还有东西可以逛吗？化妆品的话，我觉得没有特别多你觉得没有特别多，然后甚至连从门厅里面也就小区域。对，所以如果你今天锁定的是那一种我要买美妆的话，你还是去找 at Cosme 或者是去这个市区里头捞，会比较有机会捞到你想要的东西。好，那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对这个Outlet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概念了。那你就会想说，那如果我要怎么确定我自己适合逛这个 Outlet？ 那小兰，你觉得它有什么样的推荐的东西给哪些族群？第一个是你想要去郊外走一走，想去郊外走走，对，你不知道要排什么行程，然后你想要去逛逛，或是你有带小朋友的话，你可以去那边耗一天，可以那边消耗他们体力，而且那边有公园，可以让他们接受绿地。然后对于想购物的话，我觉得喜欢日系品牌的一定要去，对，因为它其实真的价格比市区便宜很多，对，就是比他们然后那里的款式可能会是台湾的当季，所以我觉得这点很棒，就是很划算。其实呢，我觉得我的观点可能和小兰会接近，但是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个 Outlet 适合是那种一家三口、一家三代啦，就是老中青都有一起带团出去玩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带过来，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休息区的安排非常的多，路上都有椅子可以让你坐，最重要的是它餐厅也够大，那个餐厅的布局呢，很适合你可能你走个10分钟累了，你再回那个地方当一个据点，就在那边休息，而且那边有提供水，所以你就可以一直喝免费的水，非常的划算，还蛮好喝的。对，你可以一直喝水，一直喝水，因为你知道吗？走久了会累，然后有些人都忘记喝水了，搞到全身都很虚、很累、很疲乏嘛。那如果你今天是个带着爷爷奶奶，或带着爸爸妈妈，然后下面有个小孩，你们要兼顾到这么多人的需求的话呢，这个地方就很适合。你可以把小孩送去公园玩，而且它里面有一个美食中心，里面有附设一个儿童游戏区，对，没有错。那如果你这个爸爸妈妈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这美食区里头，或是放在路上有任何一个椅子上面，他们就会自己好好的休息啊。所以是很适合一家三代同堂去旅游一个地方，而且你也可以让他们去买他们各自有需求。因为我必须讲，如果你这个很年轻的，你喜欢日牌、喜欢日潮的人，非常不适合来。我会不推荐你来，虽然它便宜，但是你绝对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它的商品都偏向于都会上班、休闲，然后绝对没有那种很有个性的或是价值的品牌联名款都没有。那你今天特别来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浪费时间。那如果你今天是平常喜欢像你买 Beams 好了 ，Beams 也有分不同的这个线嘛，就是它产品线分很开，所以你喜欢的是那种日常穿着用的便宜的，你可以来这里捡宝。但如果你喜欢的是我就是要高阶的，我就是要它选到最贵的那些精品等级的，这里都没有。这里能够买到的最贵的，你可能就几万块以内日元大概台币就几千块钱。那你要买到一种很高级的，我们那时候在银座看到 Beams 一个包包10几万、20几万，一个镜框20万，Outlet 都没有，那都没有，不存在嘛。所以我不推荐喜欢高端品牌的人来这里逛。但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台湾很少见的日牌，然后拿一件裤子、一件衣服2-3千日元，算下来也就台币在800块钱、400块钱，很便宜。小资族，对，适合小资族们来进这里的。帮你这一季的置装补货，而且还有很多上班很好穿搭的。对，而且我会推荐大家，因为这里的东西相对便宜，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不同风格，你可以先买1-2件来试，自己组合搭配。如果但凡你觉得之后穿觉得不适合，你把它就是弃置也不可惜，因为很便宜，你就等于是用菜市场的白菜价，然后买了一堆日系品牌的衣服，品质上面你也比较不担心。但是要特别注意是，如果你今天是女生的话，
男生也是啊，就是他们的版型啊，日版的话，他们的肩膀会比较窄宽，就比较窄款，所以呢，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买的这个 size 和版型有没有符合。还好最近几年流行的是所谓的美式休闲，所以他们肩线会做比较宽一点，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困扰。但如果你今天喜欢那种细这个薄纱洋装啊，喜欢那种丝绸感的女生女装啊，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可能要试穿呢，一定要试穿，有可能会穿不下。那你小心不要把自己，不要想说我在台湾穿 M， 我在这里要穿 M， 那你可能会弄爆。好，那除此之外呢，你自己觉得说在这里逛下来啊，整个体感经验，你觉得还有什么优缺点呢？我觉得优点是店员都蛮友善的，就是你在询问的时候，他们回答都会蛮仔细的，然后就会想办法听懂你的需求，然后或是他会推荐一些适合你的款式啊来跟你说。没有错，其实主要也是你今天如果有积极去跟店员沟通的话，他们也会回应你。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尺寸，但他至于后面会再拿出什么中号、小号的。对，所以你还是要去问啊。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说我很哀人，我什么都不敢，不行。你这样子的话就会没办法逛到你就是真的需求想要的东西。但这个当然，这个不是只有在 Outlet 才用得到，是你在任何店呢都会有碰到状况。那除此之外，你觉得说这整个 Outlet 行下来，你的收获有非常的满吗？收获的非常满，我觉得就普通而已。你觉得普通？那你刚刚那么推不是吗？没有，我是真的觉得日牌比较便宜，就是一些日常的衣服可以买到比较划算的。所以你没有买到什么衣服吗？有啦，还是买了蛮多的。对，我记得你还是买蛮多的啊。所以你没有推荐大家说有什么瞩目你自己觉得特别可以去买的牌子吗？可以去买的牌子吗？如果你要上班穿的话，我很喜欢 Global Work 跟 Lori's Farm， 他们就是一个集团里头的那个牌子子品牌里头吗？他们真的是每一个衣服都很适合，你知道，就是那种清爽的上班族的穿搭。对，基本上如果你现在在台湾的话，你想知道他们是什么风格，你就去金站地下街，或者是去，如果你在玉龙城的话，你可以去玉龙城看，那边就有啊。或是你去那个拉拉铺应该也看得到，他们就是日系品牌，那长的东西也都差不多，大同小异。那只差在就每一季它每个品牌里头呢，有什么样的款式。那我自己当然。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肥大男性嘛，目前胖，所以呢，对我来讲，我那边的选择并没有很多，所以还是会比较倾向于去看一些 oversize 的美式品牌啦。那看完之后会觉得说，在这里买欧美系的牌子，好像价格就没有比较划算，我觉得蛮可惜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喜欢，干嘛？你喜欢吗？像如果你是喜欢这个 United Arrows 的话，就完全可以在这里逛一下，这里很多它的纸牌哦，你就找到意外之喜。相信我们介绍到这里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呢应该对这个 Outlet 已经有一些基础的了解，大概了解，如果我有怎样的需求可以去这里逛，我相信大家心里头都有一把尺了。那这一次的 Outlet 介绍到这里结束啦。那不知道大家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你有逛过，你觉得好不好逛，可以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还是有想要再问我们的地方？对，如果你有想问的话，也可以底下留言。好，那我们今天这个 Outlet 篇到这里结束啦。那我们接下来还持续会有我们的这个饮食推荐啊，或是介绍，还有一些景点的推荐，终于进到旅游的主题之一啦，买东西的篇章终于结束了。好，那相信很多朋友也好奇我们到底去哪些地方玩，去吃了什么，喝了什么。那我们会在之后呢再一一介绍。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干嘛？小兰要点赞、订阅、加分享。没有错，我们每个礼拜准时更新一片。我是培生，我是小兰，我们下礼拜见，拜拜，拜拜。